说这个，虽然跟你现在我们在讲话，但我现在到某个地方，他不是开房门出的顺子，穿墙了，不是这样子墙上你看到冲墙，他你这个人就没人，你在他要出那个场景就出现，他不开门，他不开门，无视他的存在了。他只是他为什么他所在的空间跟我们空间不是一个空间呢？我们看他所在的空间长度稳定，时间稳定。哇，他们用的太溜了。太溜了！我跟你说，这个很高深的吧？1995年这个日内人出来的，现在人都不能接受，100多年人都不能接受。对，不是这个话不是我现在讲的，1995年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我就说了，当我只是光是因为它所在的空间为零，就是你看50年，我看你是零。但这个零应该是相对为零吧？相对为零嘛，对，它不是真实为零。但是在真实世界上，它真的产生了移动啊！对呀，后来我现在推长论给我写的，它只是公载点效应，就是你看到的效应，也是真实的效应。真实和公载点效应两个不是绝对存在的。为什么？我刚才讲，我的世界是虚假的，你看到的也是真实的，真实的也是看到的。它只有虚假的一面，也有真实的一面。或者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拍这个表情就知道多难理解了。观察者他是看的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到是这个样子，我看到是另外一个样子。答案是你的看法是正确，我的看法也是正确。为什么？因为我的世界就是人描述出来的，不是绝对的。或者简单的说，你是在不同纬度的观察者，就是不同的，就是这小明我讲，就是 S4、SP4不同的参考值，我来看到不同的结果，但是25两都是正确的。真有点明白了这下。因为什么？我是等式的，我是给你一切都是运动因子的，就是宇宙真实存在就我几乎空间，所有都是运动效应，是运动因子的。我做个简单的这个，比如说一条湖，我站在岸底，我说这个湖水是在流动，湖水在流动的，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对吧？另一个公在里，他做个冲，随着水在飘荡，他说这个湖水是静止的。相对一个说是静止，一个说是运动的，是两个人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真的是不一样的。爱因斯坦当时在推导相对论的时候，他就做个思想实验嘛。对，所以实验一个自由落体，一个是说我在车厢里面嘛。我在车厢里面一个走动的人，他肯定认为他对于这个车厢来说只是运动而已。或者他甚至认为是静止的。对嘛？他这个推广到引力场就是，对，比如说广义相对论嘛，一个手指它在加速度上的，按照我们现在推场的是怎么呢？没有这个手指，空间时刻在是这样的运动形式在向地球正线追的，这个就是引力场的本质。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生活在这个手指对，他随着这个手指在下来，究竟是什么是引力场？就是空间本身在加速度运动，两是等价的。就是这有没有这个数据这一段刚才都要从这儿对，要挪过来。你的人上一站，你看到空间时刻向地球正线在追了，加速度追了，这就是引力场的本质。一句话。要讲复杂。牛顿那个苹果砸到他了，如果那儿不是苹果，那空气那个空间也在砸他。如果你跟随空间一块砸，你就没问题了。比如说你自由落体，你是跟随空间一直在砸。以我学物理的观点，就是牛顿认为地球苹果肯定就要坠落，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引力。然后爱因斯坦会说，那这个引力到底是一种什么力？爱因斯坦就是用黎曼几何嘛。来说这个东西，但黎曼几何实际上是个数学，你知道吗？但你要真正再换一个层面去解释说那是一种空间的运动。这就是，但是爱因斯坦差劲在哪里呢？知道？空间怎么运动，他没说清楚。现在我们知道空间是陆续运动。对，爱因斯坦没提到。所以他讲的不那么明白，我们现在就一步到位。他也不是讲不明白，我觉得他一下到了把所有的答案。从我认识讲的是，爱因斯坦他没有从物理的角度去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他就给你讲嘛，这是个黎曼空间嘛，黎曼空间里面我这个东西它有重力的话，它把那个就是一种网嘛，我落在里面的话，那个黎曼空间就弯曲了嘛，弯曲了之后它就画进来了嘛，走进来了嘛，所以他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螺旋运动的，他没有，他如果有他肯定讲了嘛，他不清晰。是呀。他不清晰，他只认识到。现在我们给的答案非常清晰，就空间在陆续运动，万一呢，陆续运动的一个迅动一个指向正线的加速度，这一部分就是万一的。而且四种场合在一起，它就是陆续运动。4个场合在一起才是螺旋运动，对吧？因为那个咱们说那个地球吧，吸引月球吧，
地球它不有这个引力场吗？引力场的话，它不是把那个相当于那个集合那个网不就坠落吗？那坠落的话，那个月球就在那网里面转，不是这样转吗？这样说，他相当于说的不准确的，准确的是什么？地球周围是空间，是陆巡是在运动。这个陆巡这个月球就好相当于在陆巡那个一个巡笼那个在巡笼，就相当于巡笼那一部分，相当于一个大陆巡。但万一那是陆巡的那个一圈，地质上是陆巡的引射的速度圈，你知道的？我这样说的，你明白的？地质上是万有引力的引申，万有引力就在一圈，头一圈是万有引力。明白。地质上是万有引力的引申。或者这样讲，这个是地球的引力场，对吧？那就这一圈。然后呢，那个万有引力不是那个电磁场，实际上是相当于在另外一个方向给它一个推动力。不是另外不是推动，它是在引申，延伸。如果向里面延伸，它就往里面转嘛；如果向外面延伸的话，它就往外面转嘛。不要讲复杂的。但是正定轨它是向外引申，负定轨它是向内伸。就是这么简单。另外，正定轨、负定轨都是有数。对，正定轨它也是有数。你4个数都换个方向，大拇指方向正定轨。负定轨它是收你的，大拇指头它也是有数。他会讲那个正定轨、负定轨都是有数。那有没有轴心、路心空间？没有。它如果有轴心、路心空间，它碰到有形路心的，它要排斥，它就往右撤离的，不是往引力的。它如果有在日万里的宇宙进化当中被排斥到无穷无尽的比例所以说肯定是只有一种，你找不到只有一种，因为它已经排斥走了呀，假如有也不存在它这是有也不存在但不排除是人为的制造组合路线，和组合路线制造。其实这么说没有暗物质，就是这种螺旋。对，暗物质按能量推。就是现在走偏了。不是很的日，这个发现没有日，你知道？它就是族群嘛，本来这个一个点是族群，一个点是有右群，一旦找到族群就有右群，找到右群右边群流，一旦找到左边它就有左边群流。现在发现有一种点是它就是左边群流，没有右边群流。它这个没有映出这个的，第一什么映出来？只是说了一个事实而已。不是叫说事实，这个就是你如果处在那个里面，你就活动猜一下的，他猜错的你马上吃饭的，对吧？猜对的那就不得了了。是吧？为什么大家吹捧的这个人？从爱因斯坦死过以后就没有像样的物理学家，对不对？他现在找不到大众要吹个造个神，他没办法把它推到现在。还有一个火箭也是造神火的，火箭他那么牛，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要有知识贡献，有什么知识贡献？你是个通对的超载，火箭是通对的超载里头，好多文章根本就不是火箭自己，火箭所有的文章都是科普。科学讲究什么东西呢？是创新。你这个东西是人家没的，你才是老大，人家佩服你。你成绩再好，你考100分，每次都考100分，对不起。就是科学就是什么？你能独辟蹊径，而不是简单的重复。你把别人的文章传一传，就跟科普似的，实际上没什么太大意义。四方国家早就讲了，这是科学。无论是这个相对论也好，还是什么牛顿力学也好，它每一次出来，它都是颠覆了以前的一些认知。对，它自身一部分，它只是创新一部分。你没创新，你学习人有什么用处？成佛有什么意思？成佛在现在电脑搜索，要什么资料都能搜到，你没有价值。就直接把这个科普和这科学。西方一个哲学家讲什么？宗教要的是相信，所有的宗教反复你要信我，你要相信。科学讲的是真，你不要相信我，你是拿信你东西的。科学讲的是创新，真，你是拿个信。宗教讲的是什么？忠诚，你要自称我的，你要相信我。宗教你要相信我，你现在科学讲的是创新，你就是拿一个信你东西。虽然你不是科学家，你是学者，不是科学家。科学讲2点。你可以创新，你的创新要值得去检验，不是说我自己就告诉你信就完了，我信我得可以重复，可以检验，这是科学。科学第一步是创新，然后你这个信的东西有价值，那你没价值活动创新，你又不是学什么？它的第一步是要信，你跟老人一样的，那你没价值。是不是可以像飞机那样可以设计自己画出来的路线，这样可以直接躲避星球？
对，它入到星球，它是执行运动的，入到星球它就要改变时空状态，就要躲避星球，它不能直接撞过去。就是这个操作是不是直接可以也是设定航程？它这个设定航程呢，不是说不像我们你开个方向风吧，它是预先设定时间，就说我第一次那个激发点要运行多长时间，通过时间控制去。哦，就是一开始结束，从开始从飞多云停止，就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不是像中途我到了个场子我再设置，没有的。提前就是把时间设定好了。通过时间控制住，就让我现在激发点1秒钟，那里他就走30万公里，我2秒钟走多少万公里，就是让你要90万公里，我设定3秒钟，是这样。即使是瞬间到达也会这么控制是吗？它控制它这个瞬间到达是在每个时间概念是在激发点，它这个设定参数的时候是正常状态，它就设定参数。参数是在正常状态设置的，一旦过入到激发点，它运行那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它设置这个控制软件控制这个这个参数设定那个时间，这个所在的控制那个时空呢，跟那个飞碟那个真的那个运行那个时空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控制出来跟那个也不一样，这个时空冰箱呢，时空冰箱是它里头过了1秒，我们外头过了1米，但是我们控制这个软件不仅仅是在这1秒，可以在我们外头控制。这样那个张明月，刚才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从你前辈的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答案。